万古纯情柳如烟，亦可渣亦可甜。如烟提醒你，请连好 WiFi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攻略病娇女反派失败后，我假死跑路了。整整7年，柳如烟对我从未有半分心动，我终于放弃了，转身进入别的世界。可当新的攻略对象出场时，我发现竟然还是柳如烟，我惊慌失色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少女踮脚搂住我僵硬的脖子，笑容天真温柔。你说我是疯狗，那我当然是闻着味找来的呀。哥哥，今天是攻略截止的最后一天，如果柳如烟没有爱上我，那么过了今晚，我必死无疑。而眼前的电视荧幕依旧亮得刺眼，柳如烟身穿酒红色抹胸长裙，优雅明艳，万众瞩目。和此刻的我截然不同，她与当红男星并肩而立，笑容温柔。我能走到今天，多亏了宋先生的陪伴。眼睫下垂，难得露出几分真情，他就是我的光。场下顿时尖叫一片，那叫宋轩然的男明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真讽刺啊！明明我也姓宋，明明我才是陪在柳如烟身边7年的人，我曾为她拼命打工凑学费，也曾为她挡酒，喝到胃出血进医院，可到生命的最后，却连被她提及都不配。我最后不死心地朝系统看了一眼，攻略值1蓝的0，依旧鲜红刺眼，彻底死心了。算了，既然命里无缘，我也不再强求。听着系统在我耳边提示，您拥有复活机会1次，是否愿意更换攻略对象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复活，但我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愿意。病娇反派，我真的攻略不起了。上辈子系统让我自由选择攻略对象，在一众人选中，我的目光被一个叫柳如烟的少女吸引了。她明明年纪尚小，可被标注的攻略困难等级却是 F， 这是最高级别。出于好奇心，我看了她的设定，从小在扭曲阴暗的环境长大，一点一点被扭曲本性，最终变成阴质的反派。在囚禁男主无果后，最终自杀身亡，结局惨烈。我沉默良久，最终选择了柳如烟作为攻略对象，不是因为觉得这个任务刺激，也不是因为贪图柳如烟的美貌，而是因为我想拯救她。她的眼睛很漂亮，如同冰山上未经污染的水，澄澈淡然。这是一双无辜的眼睛，我不想让她染上鲜血。如果柳如烟能在爱的环境里长大，是不是就不会黑化了？是不是就不必变成设定中的那个疯子了？我就是抱着这种决心才去攻略柳如烟的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自己大错特错。疯子就是疯子，可以伪装，但改不了天性。第一次见到柳如烟时，她还很小，那时她微红着眼眶，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袖子。哥哥，我没有家人了，你可以永远陪着我吗？我心软了，就因为那一句话，我真的陪了她一辈子，直到死亡。在那7年里，我替柳如烟承受了大部分黑暗剧情，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，但我并不在意，因为柳如烟对我的好感度在一点一点上升。她开始变成和原著完全不同的人，温柔有礼，乖巧懂事，还会在我受伤时撒娇着拉住我的手，声音委屈：哥哥，你别替我出头了，我不想让你受伤，我的心都快化了。这也让我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可是直到男主出现，一切都变了。那个叫宋轩然的男人耀眼夺目，一出场就如同太阳，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，包括柳如烟。他开始像原著剧情那样频繁关注宋轩然，打听有关他的消息。我几乎心脏骤停。在原著中，柳如烟就是因为对男主爱而不得，才被刺激的彻底黑化。他把男主囚禁在地下室中，陷入了疯魔的爱情。最后在男主逃出那天，他自杀了。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柳如烟走向这个结局，于是我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诫他，让他离宋轩然远一点。可柳如烟不但听不进去，还对我的好感值日益下降，直到攻略日期截止那天，彻底归于了0。努力了7年，到最后我也还是输给了原著剧情，真可笑。不过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我又进入了新的世界，即将迎接新的攻略对象。至于在上一个世界里，柳如烟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，我已经不想管了。我尽力过了。系统开始发出提示，提醒您的攻略对象即将到达，请您做好准备。我拍了把自己的脸，强行提起精神，开始投入新的任务中。视线内，一位气质金贵的陌生少女慵懒走来，微笑着开口：哥哥，我等你好久了。这就是我的新攻略对象谢眠。我也笑着回应了她，可笑着笑着，我的表情就僵住了。眼前少女的眼睛幽蓝，仿佛冰山上的刺骨泉水，简直像极了柳如烟。我如坠冰窟，这个眼睛是柳如烟吗？我毛骨悚然，再次仔细望去，可是除了眼睛之外，眼前的少女和柳如烟毫无相似之处。谢眠歪了歪头，不解道：哥哥，你在看什么？还好声音也不像。我这才轻轻松了一口气，没什么。果然是柳如烟给我的印象太深，害得我有心理阴影了。我调整心态，继续按照提示念台词：你就是谢眠吗？你被我领养了，以后就是我的亲人了。闻言，谢眠露出一个甜甜的笑，那就谢谢哥哥了。我心里忽然有些不安，谢眠的设定明明是叛逆暴躁、让人头疼的不良少女啊，怎么会乖巧的一口一个哥哥？但我强行按捺住了想法，系统是不会出错的，应该都是错觉吧。谢眠跟我说，他还有行李没收拾好，要回福利院的房间一趟。我同意了，坐在隔壁房间等他。院长笑着同我搭话：宋先生真是管教有方。谢眠这姑娘本来是最难管教的，您一来，她居然变得服服帖帖了。我礼貌道：您客气了，谢眠她本来就挺乖巧的呀。闻言，院长诧异地瞪大了眼睛：谢眠乖巧？您在跟我说笑吧？这姑娘小小年纪就抽烟、喝酒、打架，手上全是纹身，还犟得跟块石头似的。要不是您好心领养了她，我现在还头疼呢。听着听着，我的心逐渐下沉，不对劲，这些设定没一个能和我刚才见到的谢眠对得上。而且手上全是纹身，可刚刚的谢眠手上明明没有任何痕迹，就算是临时把纹身洗了，也根本不可能这么光洁。也就是说，我见到的谢眠根本不是真正的谢眠，那她是谁？我惊悚至极，瞬间起身，勉强带着歉意冲院长笑了笑后，我冲出房间，一把推开了隔壁的门。屋里没开灯，光线很暗，一阵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一个陌生的少女躺在地上，额头上鲜血横流，惨不忍睹。她的嘴被堵住了，但依旧发出愤怒的呜声，眼睛发红的奋力挣扎。
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的冷汗唰的流下。行为粗鲁，脾气暴躁，满手纹身，这才是真正的谢眠。就在这时，不轻不重的高跟鞋声从黑暗中传来。假的，谢眠走了出来。他歪着头看向我，边走边扯下了沾血的人皮面具，一张杏眼红唇的熟悉面容露出，在黑暗中显得病态而危险。是柳如烟。我不可置信地后退了2步。明明只是书中的角色，他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？柳如烟看着我慌乱的脸，轻笑一声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哥哥。”说着，他漫不经心的一脚踩在了谢眠头上，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嘲弄：“你离开我，就是为了攻略这种废物。”房间内静的可怕，我站在原地不动，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柳如烟究竟是怎么来的？而且他是怎么知道我有攻略任务的？柳如烟看着我苍白的脸色，轻笑一声：“被吓到了。不过我本来是打算尽快把这个废物处理掉的，省得暴露自己，但没想到还是被你撞见了。处理掉是要杀掉真正谢眠的意思吗？”在我愣住的时候，柳如烟雪白的手指按上我的唇，似是眷恋的摩挲着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毕竟压着嗓子学别人的声音太麻烦了。她的红唇逐渐凑近我的耳朵，声音褪去了刻意伪装的青涩，恢复了熟悉的成熟魅惑。那接下来，谢眠这废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刚刚因为柳如烟的靠近僵住了身体，并没有听清这句话，于是艰难地吐出了2个字：什么？可下一刻，尖利的痛苦惨叫声就刺进了耳中。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朝底下看去，只见柳如烟依旧漫不经心地踩在谢眠脸上，并未见如何用力。可谢眠的脸已经变形，显得狰狞而痛苦，鲜血也喷涌而出。柳如烟这一脚是冲着他的命去的，我震惊了，情急之下一把拽住柳如烟：“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”谢奇燕眨了眨眼睛，竟然显得有几分无辜。我在杀他呀，这语气太过自然，就好像在讨论今天吃了什么一样。我一时间噎住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才重新反应过来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至于要杀了他？闻言，柳如烟的眼神愈发深不可测，透露出了隐隐的疯狂。你离开我去攻略他，他难道还不该死吗？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居然只是因为这种理由？这女人简直是个疯子！房内陷入一片死寂，只有谢眠愤怒的呜声越发刺耳，正在扭动反抗。他脾气暴躁，可先是被人用脚踩着，又是被一口一个废物的侮辱着，自然气得不轻。柳如烟被吵得秀眉蹙起，她彻底褪去了优雅的伪装，不耐烦地用鞋跟捻住谢眠的手指，杀意尽显，想留全尸就闭嘴。谢眠在剧痛中痉挛着蜷缩起了身体，不敢再出声了。我也颤抖了一下。上辈子柳如烟在我面前从来都是乖巧听话的，就算最后2人渐行渐远，她对我的态度也只是礼貌冰冷，从来没露出过这么疯的一面。这样的她不像是我看着长大的少女，反而更像是设定中那个阴暗偏执的疯批，陌生至极。见我僵住了，柳如烟亲昵地握住了我的手：“哥哥，你之前说过我是你的独一无二，可为什么现在有替代品了？”我如鲠在喉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自顾自在我冰冷的手上蹭了蹭脸，如果忽略他脸上的血，简直就像是温顺粘人的小猫一样。可说出的话却让人头皮发麻。一想到这废物替代品要被你攻略，听到你的情话，我就极度的快疯了。所以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他，把他大卸八块，让他下辈子都没胆子靠近我。越是说到后面，柳如烟姣好的面容就越是扭曲，病态的疯狂满溢而出。我越听越颤抖，一把从他手中抽出自己的手，咬牙切齿骂道：“柳如烟，你简直是只无药可救的疯狗！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”我一边骂，一边转身去开门把锁，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窒息的地方，离这个疯子远一点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无力感突然不受控制的涌了上来，我的身子瞬间发软，差点一个踉跄倒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一双雪白的皓臂缠上我的脖子，把我搂入怀中。柳如烟捉住我瘫软的手，放到唇边轻轻一吻，语气玩味：“你说我是疯狗，那我当然是闻着味找来的呀，哥哥。”他身上有着淡淡的香气，在贴近他之后，我身上的力气流失得更快了，神志也开始不清醒。不对劲，这个香味好像是迷药。从我踏入房间开始，他就一直若隐若现地从柳如烟身上散发出来。只是刚刚血腥气太重，再加上我太紧张，所以才会一直没注意到。我强忍着眩晕，愤怒地质问：“你居然对我下药？”柳如烟已经冷静了下来，她伸出手，温柔地遮住了我的眼睛，恢复了往日的理智。只是一点无害的催眠剂而已，你就先好好睡一觉吧，醒来会有我准备的惊喜哦。在视线彻底消失之前，我看到她露出一个毛骨悚然的笑容：“哥哥，好梦。”我确实做梦了，在上辈子的某天下午，青涩美丽的少女站在一片紫藤花下，有些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要在院子里种那么多紫藤花？”我正忙着浇水，便随口回答：“因为便宜。”少女轻笑一声：“那你喜欢什么花泥？等我以后能赚钱了，就在我们家种满它。”我忍俊不禁：“长大赚钱了，难道还能和哥哥住一块？”少女怔住了，半晌，她才垂下眼睫，认认真真说道：“哥哥，我记得你在领养我的第一天就说过，会永远陪着我的。”在清浅阳光下，她的眼睛闪着炽热又真诚的光，所以我也想一辈子跟你待在一起。我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，有风吹过，几片浅紫的落花吹在我的头上。少女踮起脚尖，伸手捻走花瓣，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。既然哥哥喜欢紫藤花，那我现在也喜欢了。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那是7年前的柳如烟。我曾经真真切切地喜欢过她，不是因为攻略任务，我甚至向系统恳求过，如果攻略成功之后，我不想立刻脱离世界，我想陪着柳如烟走完一生。不过还没等系统同意，宋轩然就出现了。他阳光开朗，如同玫瑰般名贵，吸引了柳如烟
烟所有的目光。然后柳如烟用第一笔工资为宋轩然买了99束玫瑰，她对宋轩然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玫瑰很配你，宋哥哥。再后来，她成了新上市公司的女总裁，宋轩然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。他为她建了一座巨型玫瑰园的消息传遍全国，而当初那个要和我永远在一起，要种下一屋紫藤花的誓言，却逐渐埋没了，只剩我一个人记得。从梦中惊醒的时候，我还没完全缓过来，上辈子的事一幕幕在眼前划过，让我有些喘不过气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忽然抚上了我的脸，柳如烟坐在床头，轻轻擦拭着我的眼角。哥哥，你眼睛怎么红了？我一惊，我居然流泪了吗？我猛地回过神来，不对，现在的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我这是在哪儿？直到这时，我才注意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，周围满是华丽名贵的装饰，灯光散发着冷冽的光，冰冷而陌生，不知道自己被柳如烟带到哪里了。我抬起头看向她，她嘴角还挂着浅笑，依旧跟当年一样屹立，只是眼神深不可测，再也没有那时的真诚热烈，早已面目全非。柳如烟起身去端了一杯热牛奶，体贴地递给我。哥哥是做噩梦了吗？喝点这个应该会舒服一些。我没接，他能在香气里下药，就能在牛奶里也下药。我冷静下来，警惕地盯着他。柳如烟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我自认为上辈子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至于要2辈子都追着我，毁了我的生活吗？柳如烟的笑容似乎僵住了，过了半晌，她才轻声开口：如果我说我只是想找到你，和你永远在一起，你信吗？这个回答出乎了我的意料，要不是上辈子的攻略之位，我都要觉得他是真的喜欢我了。我冷笑一声，你想和我永远在一起？你不是在媒体面前说能走到今天多亏了宋轩然的陪伴吗？现在又需要我的陪伴了。噗嗤，柳如烟突然笑出了声。你说宋轩然啊？他神情无辜地歪了歪头。哥哥不用太在意他哦，毕竟他已经是死人了。在我反应过来之前，柳如烟已经站起了身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对了，哥哥，之前说过要给你一个惊喜的，不过既然你现在心情不好，那我就提前端上来吧。说着，是有浮雕的大门应声而开，一堆保镖拖着一个瘫软的男人，整齐无声地走了进来。那男人脸色惨白，早已没了呼吸，可一双眼睛却惊恐地瞪着，仿佛生前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物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的冷汗唰的一声落了下来，血液似乎全部涌上了脑袋，四肢也随之冷得彻骨。因为这个男人居然真的是宋轩然！我在震惊中心脏狂跳。出于私心，我对宋轩然确实喜欢不起来，但他毕竟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我也从来都没讨厌过他。可现在他居然死了。看着被拖在地上的尸体，在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荒谬至极。原本耀眼强大的男主就这样死在了最爱他的女人的手下，就好像一个匆匆烂尾的故事，让人觉得很不真实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在我耳边说：哥哥，有件事你好像误会了。我在媒体面前感谢的时候，说的一直都是宋先生，他从来都指的是你宋诗雨，而不是宋轩然。他的声音甜美动听，只可惜我彻底听不进去了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恶魔的声音。柳如烟居然连最爱的男主都能杀，那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？难怪在上辈子他对我的好感度能迅速清理，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疯子，天生坏种。这次追着来抓我，恐怕也只是不想失去一个有意思的玩具吧。我越想越冒冷汗，难怪柳如烟的攻略难度是 F 最高级别，这种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被攻略啊。柳如烟歪了歪头，哥哥，你怎么看起来不惊喜啊？她的声音有些失落。你不是很讨厌宋轩然吗？我还以为你看到他死了会开心一点呢。怒气瞬间上涌，我咬牙切齿道：你真是疯了，哪个变态看到死人会开心？还没等我说完，柳如烟就自顾自地打断了我。看来是这个惊喜还不够，让哥哥不满意了，是我的错。管家，把剩下的礼物送进来吧。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恭敬地应了一声，对门外的保镖招呼了一声。下一刻，一堆保镖就拖着一群人进来了，他们都被绳子绑得严严实实，嘴巴也被死死堵住，只有一双惊恐的眼睛露在外面，其中甚至还有受重伤的谢面。一股不安感瞬间涌上心头，我颤抖着转向柳如烟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柳如烟没说话，慵懒地从床上站了起来，朝人群走去。她缓缓抬起手，对准了他们。我忽然注意到，她雪白的手掌中正握着一把枪。那些跪在地上的人显然也注意到了，他们越发惊惧地发出呜声。房间内俨然一副地狱般的绘图，强大的压迫感席卷而来，让我窒息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柳如烟不慌不忙地摩挲着手枪，突然回头笑眯眯地看向我：哥哥，你来选吧。我瞪大了眼睛：什么？柳如烟笑得愈发病态了，她的语气温柔似水。我是说，哥哥，你看不惯哪一个，我来帮你杀掉他，或者如果你全都不喜欢，那我就都杀了。这个疯女人，我有种强烈的预感，如果我选了，柳如烟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动手，必须要立刻阻止她。我强迫自己迅速冷静下来，尽量平稳地开口：柳如烟，你冷静一点。柳如烟神色不明地望着我，我迎着她的目光，强忍紧张继续道：你怎么能残害无辜的人呢？我以前教过你要重视生命，你全都忘了吗？听到以前2个字，柳如烟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不过依旧没有放下手枪。她收敛了笑容，温声道：可是他们没一个是无辜的，哥哥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些都是老熟人啊。话音刚落，他就突然朝谢眠的脸狠狠踩去，这发展太过突然，谢眠毫无防备地被踹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用来堵他嘴巴的布团也滚在了地上。一阵怒火冲天的叫声瞬间传来：痛死了！柳如烟，你个死爹妈的贱女人，竟敢这么对老娘！旁边的保镖管家们吓得脸色苍白，急忙去看柳如烟的脸色，可柳如烟并没有什么波动，她甚至没理会谢眠，而是转头对我一笑：这样你还认不出来吗？我艰难地眨了眨眼，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憎恨席卷而来，让我的脑袋嗡嗡作响。我认出来了，上辈子我为了保护柳如烟，替她默默承担了很多原著里的黑暗剧情。这些剧情并不是轻描淡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，而是我长达几年的一场噩梦，痛苦不堪。仔细看来，这些跪在眼前的人，每个都是熟面孔，有校园霸凌我的，
有打劫我的小混混，而谢眠就是带给我心理阴影最大的人。她一头红发，暴躁粗鲁，是一群精神小妹中的领头人。曾在我拒绝她的追求后恼羞成怒，闯入我家洗劫了全部财产。那些钱是我辛辛苦苦攒了1年给柳如烟交学费用的。我当时快气疯了，立刻去找谢眠要回钱，可这一举动却激怒了他。谢眠直接拉了张横幅贴在我们学校最显眼的礼堂，渣男宋时雨。睡完我之后翻脸不认人，还追着找我要小费。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不管我怎么解释，这个横幅还是很快就流传出去了。那段时间我只要露脸就会被人戳脊梁骨，看这就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渣男，睡完女生之后居然还会找他要钱，掉钱眼里了吧？我沉默了，不再解释。最终一个人收集着证据，把谢眠抓入了监狱。可在上警车的前1秒，他还笑嘻嘻地回头竖起中指：宋时雨，你敢惹老娘，等我出来你看我怎么折磨死你。这曾一度成为了我的心理阴影，我怎么能没认出这个名字？这张脸呢？我一阵心悸，但仔细想想，这似乎也情有可原。毕竟在这个世界，一开始谢眠一直被柳如烟冒名顶替着，我没机会看到他本人。后面出场时，他也是躺在昏暗的孤儿院房间里，鲜血遮住了五官，让人看不清长相，所以我才会没认出来。所谓的攻略对象谢眠，就是上辈子一直霸凌我的那个谢眠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，我冷汗直流。最可怕的是，我一直无条件相信着系统，遵循着他的指令。所以在系统说攻略对象是谢眠时，我只是一愣，但并未多想。我以为这只是重名，毕竟系统怎么可能害我呢？他不应该把我带到新世界去攻略新的角色吗？可现在他怎么会让我去攻略一个霸凌你？我在心里不可置信地戳着系统，可系统却如同一潭死水，一句回应都没有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自从柳如烟出现后，系统好像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，连存在都感知不到了。柳如烟到底是什么人？系统又为什么这么恶心我？被信任的人接二连三被刺，我窒息的几乎呼吸不过来，脸色惨白。另一边，谢眠依旧在破口大骂，快把柳如烟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。柳如烟一直无波无澜，只是回头笑眯眯地看向我，哥哥，要不就他了。在看到我的脸色时，柳如烟的笑容瞬间收敛了，她难得慌乱地快步走向我，紧紧扑进我怀中，像小时候我哄她睡觉那样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。哥哥别怕，以前那些事都过去了，我不会让他再伤害你的。虽然讨厌柳如烟，也知道她的这些话很假，可我心里确实好受了一些。独自在黑暗里走了那么久，我心底渴望着得到一句温柔安慰，哪怕是假的。在柳如烟的轻拍下，我紊乱的气息逐渐平稳，恢复了正常。另一边，谢眠骂了半天都无人搭理，越发愤怒了。他最厌恶被人忽视和瞧不起，于是在环顾1周后，把目光移到我身上。谢眠冷笑一声：宋时雨，你现在是傍上富婆了呀？我身体一僵，他笑得越发猖狂。当初你死活不跟我在一起，我还以为是多正人君子呢，结果转头就和你妹搞在一起，你恶不恶心？砰！下一刻，他不可置信地盯着胸前的伤口，鲜血喷涌而出。柳如烟不知何时举着枪，神色冷到冰点，美艳的眼眸里掀起了狂风暴雨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说哥哥？砰！又是一枪。你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只是因为我想让他看着你惨死而已，还不明白吗？你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在他面前死去。柳如烟走上前去，狠力地踩上谢眠的脸，居高临下地望着他。废物！砰！最后一枪，到最后，谢眠连惨叫的余地都没有，就被连续的3枪杀死了。他死不瞑目，眼里全是不可置信和惊恐万状。柳如烟似乎是厌烦了，挥了挥手，算了算了，拖出去处理掉吧。看着心烦、训练有素的保镖们恭敬地应了一声。跪在地上的那群人见识到了谢眠的下场，全都惊恐地挣扎了起来。他们涕泪横流，拼命摇着脑袋，可还是被粗暴地迅速拖出去了。自食恶果，迎接他们的将是死亡。人全部走后，柳如烟站在床边低下头，久久凝视着我，半晌，她才低声说了一句：对不起。我一愣，什么？柳如烟难得认真道：我本来想把这些人都偷偷处理掉的，可是到最后还是不甘心，不甘心你被欺负了那么久，却不能亲眼见证他们的结局。她的眼里闪过一丝真情实感的失落，所以我擅自把他们带来了。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但这好像吓到你了，所以对不起。一瞬间，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，眼前的少女满心满眼都是我，真挚而热烈，特意把所有欺负过我的人绑在一起，把他们都送入地狱，只为帮我复仇。如果只是把我当成玩具，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吗？我的心有些动摇。要是没有上辈子发生的那些事，我真的会觉得柳如烟也许是有一点喜欢我的。我紧紧抿着嘴，说不出一句话。柳如烟站起身来，轻声道：你今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好好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说着，她转身离开，并顺手带上了房门。房间内浮着淡淡的紫藤花香，清淡安神，躺在其中，就如同置身当年的紫藤花院落。我躺在床上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我真的完全看不透柳如烟这个人了。她为什么愿意为我做这么多？明明上辈子她对我的好感度是0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熟悉的机械声音突然从脑内响起：宿主，好久不见。居然是系统。我的困意全消，立刻坐起身来。系统，你这些天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一直感受不到你？系统凝重地打断了我：宿主，柳如烟这个人不对劲。我烦躁地揉了揉头发，不用你说我也看得出来她不对劲啊，性情大变，反复无常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吧？系统却否认道：我不是说这方面的，我想说的是，柳如烟好像可以感知到我，并且还能干扰我。我愣了，而且她身上的气场很强，会压制的我出不来，只有趁她不在才能出来说句话。系统的语气难得如此不安。柳如烟干扰了我，让我误以为带你去了新世界，有了新的攻略对象，但其实我们根本就还在原本的世界里，从来都没出去过。我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，难怪柳如烟还有谢眠那些人能出现在我面前，原来不是他们进入新的世界了，而是我根本就在旧世界没走。我喃喃道：那柳如烟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沉默了半晌，系统才沉重道：我觉得柳如烟应该是想让你和宋轩然换命。我的心重重一沉，我知道攻略者之间是可以
可以互相抢夺寿命的，赢了就能拥有对方的寿命，输了原地被抹杀。不过这种方法太过阴毒，早就被主神禁了。更何况柳如烟又不是攻略者，她怎么可能会换命呢？还是换别人的命？系统冷静分析道：你仔细想想，上辈子柳如烟对你的好感度为0，对宋轩然的好感度却是满的。宋轩然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去世了，柳如烟肯定疯了一样想救活他。更何况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系统，而你和宋轩然又都是攻略者，用你的命和宋轩然交换是最合适不过的。最后系统一锤定音，所以他之所以费尽心思把你留在这儿，讨好你，就是为了用你的命救活宋轩然啊！我如坠冰窟，宋轩然也是攻略者。系统应声：是的，而且他的级别比你高很多。你只能穿成一个路人，可他却能直接穿成男主。你们的目标都是攻略柳如烟，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，另一个就会被抹杀。所以说，我和宋轩然只能活一个呀。而柳如烟既然能干扰系统，那应该也是知道这件事的。但他选择了让宋轩然活，而且是2次。上辈子他让我的攻略度清零，差点被原地抹杀；这辈子又在宋轩然不知道为什么出事后，把我强行留下来跟他换命。我真是蠢透了。在看见宋轩然尸体的时候，我居然以为那是柳如烟做的，但现在想来，他那么爱宋轩然，又怎么会舍得碰他一根头发呢？全都是装出来的。原来柳如烟不是不能被攻略，也不是没有感情的疯子，只是那感情不属于我罢了。看见我恍惚的脸色，系统有些不忍地安慰道：你也别太伤心了，毕竟柳如烟可是 S 级别的角色，只有宋轩然那种经验丰富的攻略者才可能成功，你这种新手本来就做不到的。见我毫无反应，系统悻悻地闭了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不甘心地继续道：但是你是我的宿主，我是不会让你被抹杀的，你可不能坐以待毙啊！我有些心如死灰了，那还能怎么办？系统当然是跑啊！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为什么跑？系统点点头，我猜柳如烟现在还没完全掌控换命的方法，所以才会设法稳着你，但等他掌控后，你就没命了，所以当然要赶紧跑。我立刻起身，边下床边问道：柳如烟现在在这附近吗？系统暂时没感知到她的存在，估计是不在的。我放下心来，当机立断走到房门前，用力一推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门并没有锁上，但走廊两侧站满了训练有素的佣人。见我突然闯出，全部齐刷刷地望向我。柳如烟是不在，但佣人全都在呀，这和他本人再有什么区别？我的心跳陡然加速，这群人挡在这里，那我还能出去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管家模样的女人笑着走上前来：宋先生，您是想出来逛逛吗？我可以为您带路的。我心念一动，我想离开这栋房子，也可以吗？管家面露难色：抱歉，宋先生，谢小姐嘱咐过我们，您可以在别墅里的任何地方逛，只是绝对不能出去。柳如烟这是囚禁了我吗？既然明着不行，那只能按着来了。于是我挥了挥手：没关系，那你们别跟着我了，我就想自己在房子里随便走走。说着，我试探着走了几步，群佣人相当听我的话，居然真的没有一个来跟着我，太好了！我立刻踏着柔软的地毯，急切地跑了起来。然而半小时后，我还待在这座别墅里。这房子大得如同古堡一般，到处都是奢华名贵的装饰，以及一个个望不到头的房间。我陷入了沉思，我好像迷路了。自从穿书以来，我就一直和柳如烟住在破败的小院落中，这种华丽别墅我连见都没见过，更别提认路了。那该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一阵高跟鞋声从我身后传来，我立刻警觉地回头望去，却看见柳如烟不知何时站在台阶上，正笑眯眯地盯着我。她穿着白色浴袍，斜倚在扶手边，一举一动尽是慵懒和无害，可声音却让人毛骨悚然。哥哥，你想去哪呢？眼前的少女歪着脑袋，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可我却连头皮都快炸开了。我狂戳系统：柳如烟怎么在这里？你不是说没感应到她吗？可回应我的却是一片死寂。这个破系统怎么一遇到柳如烟就宕机，真是太不靠谱了。柳如烟见我没回答，不紧不慢地走下楼梯。你该不会是想逃吧？这冷不丁的一句话让我冒出了冷汗。我知道自己现在绝对不能说，是要赶紧想一个合适的理由。柳如烟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抬起了我的下巴：哥哥。但他还没说完，就猝然停下了话语，因为我突然抓住了他的领子，趁其不备一口亲了上去。我从来没有亲过人，因此吻得生疏至极，只胡乱贴了2下就分开了。柳如烟却呆住了，她僵在原地，半天都没反应过来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既然他那么喜欢宋轩然，那我这么做肯定能恶心他，说不定他还会因此嫌弃的把我丢出去。于是我将计就计，豁开了脸面，满嘴胡话。我没想逃，我到处乱走是因为想找你，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你，这种程度应该够了吧？我暗自深吸一口气，这些话连我自己都尴尬的要命，柳如烟肯定比我更接受不了，那就快把我赶出去吧。在我期待的目光中，柳如烟这才缓缓看向我，她一向漂亮澄澈的瞳眸暗了下来，里面涌动着我看不懂的克制的情感。我心里一咯噔，不会做过头了吧？这眼神不会是要把我杀了吧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居然环住了我的脖子，猝不及防地吻了上来。跟我的吻不同，她的吻更加热烈疯狂，眼里的炽热无声而汹涌。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这是什么展开？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？我的脸不自觉胀得通红，下意识地想推开她，但是柳如烟紧紧贴在我怀里，不肯后退一步。我也很想见你，很想很想。哥哥，不知亲了多久，她才勉强分开了一点，而我的脑袋已经一片空白，被突如其来的亲密砸懵了。下一刻，柳如烟就靠近我的耳朵，低声道：谢谢你哥哥，就算你是骗我的，我也很高兴。柳如烟怎么这么灵敏？这句话让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我立刻心虚的否认：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骗你？柳如烟不置可否的盯了我一会儿，半晌才移开目光：那就好，就这么糊弄过去了。正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，柳如烟突然开口了：你想出去逛逛吗？我惊喜的朝她望去，却见她笑着又补充了一句：我陪着你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能走出这座别墅就是成功的第一步，只要出去了，我总能找到机会逃跑的。于是我点了点头。外面天已经黑了，我坐在柳如烟的车上，一度有些尴尬。我佯装随意的问道：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柳如烟轻笑一声，看起来心情很好。回家？难道刚刚那个别墅还不是他家吗？还是说他
他在别的地方还有另外的别墅。我内心瞬间不平衡了，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，就不能多我一个吗？我带着酸味开口，你家还真多呀。柳如烟瞥了我一眼，不只是我家，也是你家。我的大脑突然宕机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在这时，车突然停下了，柳如烟下车为我开门，声音温柔至极，下车吧。我有些莫名其妙地走下了车，却在看见眼前景象时有些吃惊。这是我和柳如烟上辈子住过的地方，眼前是一条熟悉的小巷，破败而狭窄，和柳如烟如今高贵的气质格格不入。但柳如烟依旧牵起我的手，一同踏入了小巷，跟我走。我走着走着，心跳声逐渐加快，不是因为心动，而是因为恐惧和紧张。这条黑暗的通道给我带来过很多记忆，但大部分都不美好。我被小混混堵在这里打劫过，也被霸凌的人追来殴打过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我曾缩在过角落里，想着自己会不会就这样死掉。想起这些，我的手心逐渐冒汗。柳如烟似乎是看出了我在想什么，她加重了握着我的力气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哥哥，那些人现在全都死了。”真是直接粗暴的安慰方式啊！不过，随着对方手心的温度传来，我的不安感确实在逐渐消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即使系统提醒过这个女人很危险，我也下意识觉得，至少此刻她没有想害我。长巷尽头，灯影绰绰，但跟一般的灯火不同，这光的颜色是浅紫的。我屏住了呼吸，眼前破败的院落里，紫藤花比我走的那年更加繁茂，几乎汇成了一片紫色花海。在灯光和月光的照映下，美得让人窒息。柳如烟闭着眼睛，眼角在我脸侧上落下一吻。欢迎回家，哥哥。在那一瞬间，仿佛回到7年前那个紫藤花下的少女，和眼前的柳如烟逐渐重合。我的眼眶莫名发酸。这个房子其实只住了3年，后面4年，为了让柳如烟有更好的资源，我们搬家去了大城市，在后面就是分道扬镳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过这个家了，以为这些紫藤花早就死了，没想到它们被人养得很好。柳如烟轻轻抚摸着这些花，本来是想以后再给你这个惊喜的，但好像来不及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在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她再次吻了上来。我表现得够明显了吧？哥哥，炽热的呼吸缠在一起，如同一张诱人陷入的网，密不透风地将我包起。我一直很喜欢你，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那一刻，我心如擂鼓，连脑子都慢了半拍。宿主！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尖利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。系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出现，激动地喊道：“我终于突破柳如烟的压制了。”他的语速快得像连发炮。宿主，我只能撑住一会儿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，你趁他不注意快捅他一刀，这样你就安全了。我懵了，下一刻，一把匕首凭空出现在我手上，这是你新解锁的道具，快动手吧！我的手开始颤抖起来，差点连刀都拿不稳了。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明明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机会，可看着眼前那张熟悉的脸，我却怎么都下不了手。我将刀藏在了背后，无力感深深涌上心头。柳如烟，你知道我是攻略者，对吧？柳如烟一愣，尽管问题突兀，但她还是缓缓点了点头。我继续颤声问道：“那你知道宋轩然也是攻略者吗？你知道我攻略失败会死吗？你为什么想要让我和宋轩然换命？”到最后，我死死攥紧了拳头。柳如烟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你害了我那么多次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柳如烟的眼睛里满是我看不懂的情绪，似乎糅杂着心疼、无奈以及无尽的哀伤。她轻声开口：“我知道宋轩然是攻略者，知道你攻略失败会死，也确实让你和宋轩然换命了。”听到回答，我自嘲地笑了一声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？活了2辈子，我还是那么蠢。可下一刻，柳如烟又坚定地补充道：“但是有一点你错了，上辈子攻略失败后，你之所以没被抹杀，还能有复活的机会，是因为我把宋轩然的命和你换了。”他一字一句清晰道：“所以他代替你被抹杀了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，更没有想过复活他。”我震惊地后退一步，这怎么和系统分析的不一样？柳如烟紧随着也走了一步，满眼苦涩地拉起了我的手：“哥哥，你真的宁可相信系统那个机器，也不愿意再信我吗？”我惶恐不安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柳如烟轻笑一声，扑哧，下一刻，滚烫的鲜血突然溅到了我脸上，我瞳孔骤缩，不可置信地向下看去，这才看到柳如烟居然握着我的手，把刀刺入了自己的心脏。系统也被震惊了，喋喋不休的话语瞬间停住，他温柔地伸手擦去我脸上的血迹，这样能证明我对你的喜欢了吗？柔软的手指在我脸上反复摩挲，眷恋无比。我几乎心脏骤停，下意识去堵那个流血的伤区，可是没用，血液顺着指缝滴落在地，滴得我一阵窒息。柳如烟轻声道：“哥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，想害你的一直是系统和宋轩然。我确实是个疯子，杀了很多人，但我杀的人都是欺负过你的人啊！”慌乱之下，我没听懂这段话的意思，只是下意识去摸手机，想给救护车打电话。可就在这时，系统发出了剧烈的警报声：“警告！警告！角色柳如烟的生命值迅速下降，即将引爆这个时空，请宿主立刻携带我离开这里。”以往系统都是在大脑里直接跟我对话的，可这次不知道是太急了还是怎么回事，竟然在现实中响起了。柳如烟勉强勾出一抹冷笑：“急了也没用，宋轩然已经死了，那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”系统说着，他眼底的风意又肆意蔓延了起来：“哥哥可以走，但你得留在这里和我一起死。”系统怒声道：“你这个疯女人！”他下意识想要逃离，可却被莫名的力量压制得动弹不得。柳如烟咳出一口血，不再理他，而是温柔地望向了我。他认认真真地说：“哥哥，你当攻略者是不是很不幸福？不但会遇到我这样的疯子，还要去攻略谢眠那种人渣，就这样还要每时每刻面临着被抹杀的风险。”我的手颤抖了起来，但我有种强烈的预感，如果我现在不说，可能就再也没办法说给柳如烟听了。于是我终于不顾一切地崩溃喊道：“是我确实很烦攻略的生活，如果可以，我也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”柳如烟笑了出来，可她笑着笑着又听到我说：“但是在攻略途中能遇上你，我还是不后悔的。尽管过得很苦，但只要和你待在一起，我就会很开心。”我其实也……我痛苦地深吸一口气，喜欢你，
怎么能不喜欢呢？在长达7年的朝夕相伴中，这滚烫又压抑的爱意早就深入骨髓。柳如烟愣住了，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她的眼眶逐渐泛红，声线止不住的颤抖。是吗？有你这一句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下一刻，柳如烟摸了摸我的头。不过就算你不后悔，我也还是心疼，不想让你再被系统摆布了。他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，所以我会引爆这个世界，带着你的系统一起消失，回到你真正的家吧。哥哥，我瞪大了眼睛，瞬间被泪模糊了视线。不要，我想让你跟我一起走。可下一刻，我的身体就逐渐瘫软，浑身的力气也在被抽走。我这才惊觉，周围紫藤花的气味和之前柳如烟给我下的迷药一模一样。柳如烟脸色惨白，但还是艰难的笑了笑。现在才发现吗？哥哥，以后要警惕一点呀。要是遇上坏人该怎么办？我想伸手去触碰他，可是早已失去了力气。在意识消散前，我看到柳如烟对我笑了，好好睡一觉吧，醒来就有惊喜哦。这一刻，她的眼睛里满是清澈而热烈的爱意，仿佛还是7年前的少女。哥哥，好梦。柳如烟很讨厌攻略者，他们总是带着一个叫系统的机器，擅自打扰她本就混乱的生活。第一个攻略者是什么样子，她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是她仍然记得那一天，攻略者趾高气扬地走到她面前，语气带着施舍的傲气。柳如烟，我知道你的生活是一滩烂泥，我会带你走出去的。柳如烟觉得好笑，她的生活环境可不是一滩烂泥，而是一个毒谷啊。柳如烟的爸爸在她妈怀孕后就丢下她一个人跑了，柳如烟的妈妈则是以泪洗面，精神崩溃，她把所有的痛苦都发泄在柳如烟身上，天天毒打，最后在醉酒时被路过的车撞死了。这种生活可是能把人活活逼疯的，攻略者怎么会懂呢？果然，第一个攻略者在帮了柳如烟几天后就被人盯上了，他开始被小混混霸凌，被同学排挤，几天后就受不了转学了。在表面，他依旧对柳如烟很好，可在心里却对系统痛骂道：柳如烟真他妈是个扫把星啊，难怪他爹妈都被克死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也要死了。柳如烟没告诉他，他能听到他和系统的对话，他只是觉得好玩，不是他非说要来拯救他的吗？怎么这就受不了了？到后来，系统提示攻略时间截止的时候，他的攻略值依旧为0，攻略者哭得眼泪横流。柳如烟，你没有心吗？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了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柳如烟并不知道，但是看着攻略者面色扭曲的被抽离灵魂，直至失去呼吸，他觉得还挺好玩的。他好像真的没有心。在第一个攻略者死亡后，剧情重启了，又来了一个新的攻略者。他骄傲地在柳如烟桌前拍了张情书，以后我就是你男朋友了。当又一个新的攻略者来临时，柳如烟不耐烦地点着了烟，好像是第20个了。一开始还能觉得有趣，可到后面他已经是厌烦至极。那些攻略者总是各种装疯卖傻，在他面前拼命表现自己，却又在被抹杀后让整个剧情从头再来，这样黑暗的生活一遍遍反复。柳如烟长期浸在暴力扭曲的环境里，她能感受到自己越发疯狂了，连攻略等级都一路从1升到 S， 至今没人能让攻略值突破0。因此在剧情又一次重启的时候，柳如烟忍不住咬牙切齿地想，下一个攻略者死的时候，她一定要把那惨叫录下来反复回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有些犹豫的声音打断了她：你好，我叫宋时雨。柳如烟熟练地收敛起了病态，换上了一副可怜的假面。哥哥，我没有家人了，你能不能永远陪着我？这句话几乎能打动每个攻略者的心。果然，眼前叫宋时雨的男人也动容了，他轻轻摸了摸她的头。好，可那时的柳如烟没想到，宋时雨居然真的能为了这一句话不惧生死地陪了他7年。宋时雨第一次被霸凌后，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上药，系统连忙鼓动道：你擦什么药啊？赶快到柳如烟面前去展示伤口啊，这不得心疼死他。柳如烟站在门口，听得冷笑一声，他怎么会心疼宋时雨？这些攻略者就跟批发的一样，有什么珍惜的必要吗？可宋时雨却有些懵，为什么要让他心疼？系统恨铁不成钢，你傻呀，女人就喜欢为了保护她而受伤的男人，他心疼你就是心动的开始啊。可宋时雨不赞同地摇了摇头，什么呀？喜欢一个人不就应该要让他开心吗？为什么要让他觉得难受和心疼呢？我不理解。系统愣了，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？宋时雨理所当然地反问，我当然喜欢啊，直截了当。柳如烟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一种不知名的情绪，这就是喜欢的意思吗？直接热烈的表白，毫不犹豫的选择，希望对方开心。他略微烦躁地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去。再后来，宋时雨被谢眠欺负的半条命都快没了，他垂着头，带着伤缩在小巷一角，而柳如烟正站在一旁的阴影里，冷眼旁观。他应该并不喜欢宋时雨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此刻特别想杀了谢眠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心疼地开口道：宿主，你这也太惨了，我们要不放弃这个任务吧，换一个人攻略？你看你努力了这么久，攻略值都是0啊。柳如烟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，可宋时雨突然开了口：不行，连我一个路人角色都能被欺负成这样，那柳如烟平时得被欺负成什么样子？哪有靠谱的大人会丢下小女孩跑路的？我说了会陪着她，那当然是要保护她一辈子。那一刻，柳如烟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似乎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柳如烟开始正视宋时雨了。她的举动，她的话语，她的喜怒哀乐，开始一点一点地烙印在她脑海里，就连好感度也渐渐一路向上，几乎快要达到满分。但每当她觉得情难自禁的时候，都会立刻给自己泼冷水。不行，她是攻略者，攻略值满格的话会离开这个世界的，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柳如烟得强行冷静好几次，才能让好感度下降几分。这段时间，柳如烟过得矛盾至极，一边因为宋时雨对自己的喜欢而开心，另一方面又因为压抑感情而痛苦。而就在这时，宋轩然出现了。柳如烟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可直到有一天，他听见了他和系统的对话。宋轩然待在器材室里，正对着系统大发脾气：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柳如烟很难攻略吗？可宋时雨的攻略值怎么都快满了？听到宋时雨这3个字，柳如烟停下了路过的脚步，朝里面看去。宋轩然气得脸色通红，人家都要攻略完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站在原地等着任务失败被抹杀吗？系统被吓到
了，连连道歉，对不起小少爷，宋时雨攻略了那么久都没完成任务，我还以为他肯定是失败了。听到这里，柳如烟有些不安，这个叫宋轩然的攻略者能让系统卑躬屈膝还敢来挑战 S 难度的任务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小心翼翼的讨好，您别生气了，别忘了我们其实还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换命啊。柳如烟的心跳陡然加快，这可不像是什么好词语啊。宋轩然听到这里才舒了一口气，也是，只是我好久都没这么做了，我还是先去攻略柳如烟试试，如果攻略失败了，再和宋时雨那贱人换命。说着，他一把推开门，结果没注意，不小心跟门外的柳如烟猛地撞上。那一刻，宋轩然大惊失色，担心自己暴露了，但柳如烟表面上并没有什么波动，反而一脸担心的微笑着。同学，我没撞疼你吧？绝美精致的五官，配上温柔似水的声音，让人看了很难不为之心动。就算是宋轩然这种经验丰富的攻略者，也有些别扭的红了脸。柳如烟笑容不变，可看向宋轩然的目光却冰冷至极。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在计划着和宋轩然偶遇了几次后，他已经打听到了换命的方法，可是没法使用，毕竟换命是要发生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的。就比如果宋轩然攻略失败被抹杀了，那系统就可以让宋时雨和他换命，代替他死去。也正是靠这一点，宋轩然攻略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其他世界的攻略者只想着和宋轩然公平竞争，根本就想过他还有这么狠毒的招数，最后只能在疑惑中死去。柳如烟的眼神越发阴暗，不过现在可以反过来了，只要让宋时雨攻略失败被抹杀，那他就可以换命让他复活，同时让宋轩然彻底死亡。于是为了保护宋时雨，他开始压抑住了感情，逐渐远离他，同时换着方法去追宋轩然。宋轩然大喜过望，以为自己已经用魅力拴住了柳如烟，没有被抹杀的可能了，便没再想过要换命。但柳如烟每时每刻都在想，他看向宋轩然的目光里从来就没有爱意，反而满是阴沉的狠厉。可就算如此，宋轩然的攻略值还是在逐渐上升。柳如烟冷笑一声，感情分明是这世界上最玄幻莫测的事物，爱意、恨意、不甘、遗憾，占有种种感情交织，又岂是机器能精准测量的？所以系统判断攻略值只是根据外在的行为而已，只要几句假言假语的情话，系统显示的攻略值就会上涨，真是愚蠢啊！但就算这么想，当宋时雨急匆匆的找来时，柳如烟看着他那不到60的攻略度，还是心痛的要命。在面对宋时雨不解的质问时，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强压住自己热烈的感情，佯装冷漠的把他赶走了。最终，宋时雨神色痛苦的离开了。柳如烟紧攥着手，用力到指甲嵌入肉中，血液顺着手滴落。再等等我，哥哥，请不要对我失望，我应该很快就能再次对你表达爱意。等到宋时雨攻略日期截止那天，他正陪着宋轩然在参加发布会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，宋时雨来电话了。柳如烟的眼眶倏然就红了，他知道他的哥哥完不成任务，即将被抹杀，可他到最后也没法传达自己真正的心意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突然问刘小姐，您能走到今天，最想感谢谁？柳如烟内心一动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压抑住了颤抖。我能走到今天，多亏了宋先生的陪伴。他将隐秘晦涩的爱意藏在语句里，希望能让电视那头的宋时雨感受到。于是柳如烟难得真情实感地补充道，他是我的光。底下的观众尖叫连连，全都磕疯了，连宋轩然也害羞地笑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系统突然惊喜地提醒，小少爷宋时雨完不成任务被抹杀了，您可以彻底放心了。宋轩然闻言长舒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这下终于没人跟我抢妍妍了。可他的笑容还没扬起来就消失了，因为他的灵魂忽然被生生拉扯出体外，痛苦至极。宋轩然猝不及防地倒在了地上，在心里怒吼着，怎么回事？系统久久没回应，过了半晌，他才惊惧万分的颤声开口，小少爷，我们被人换命了。宋轩然已经疼得神志不清了，但还是不可置信道，怎么可能？谁胆子这么大？柳如烟微微一笑，在摄像机照不到的死角，他凑上前去，和你的系统一起下地狱吧。宋轩然一愣，缓缓朝柳如烟看去，但还没等他挣扎着开口，柳如烟就嫌弃地捂住了他的嘴，你赶紧死吧，别耽误我时间，我还得赶着见哥哥去呢。到最后，宋轩然面目狰狞，死不瞑目，彻底没了气息。整个过程没超过1分钟，在一片哗然中，柳如烟佯装焦急地起身离去。宋先生好像突发心脏病了，让我去找医生。然后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朝着宋时雨的重生地一路疾驰。柳如烟心里满是期待，她迫不及待地要去诉说隐匿多年的感情。可是，在得知宋时雨的新攻略对象是谢眠时，她愣住。谢眠，那可是霸凌过她的人啊！这破系统根本就没安好心。等宋时雨发现自己的新攻略对象时，她得有多崩溃？那一天，柳如烟终于对这个世界厌烦了。她恹恹地想，为什么宋时雨这辈子要一直受系统的操控？为什么他要被迫去攻略形形色色的人，没办法拥有自由？为什么他会时时刻刻面临被抹杀的危险？与其让他过着这样的生活，那还不如彻底引爆这个世界，把凡人的系统、轮回的生活以及越发病态的自己都一同炸得粉碎。于是后来，柳如烟真的那么做了。在把伤害过他的人一个不落地杀死后，柳如烟用沾满鲜血的手给宋时雨送上了崭新的人生。她将尖刀毫不犹豫地刺入了身体。看着宋时雨惊慌伤心的脸，柳如烟温柔地拂去了他的泪水。不要哭，她记得宋时雨说过，喜欢一个人就要让对方开心，而不是心疼。于是柳如烟在紫藤花里下了无害的催眠剂，让宋时雨安安静静地睡去了。再然后，她强行留下了系统，并操纵着流血的躯体把宋时雨送入新世界。等做完了这一切，她终于心满意足地倒下了，耳边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系统的尖叫声。柳如烟微微一笑，既然这辈子没法嫁给他，那就以一场盛大的死亡当做下辈子给他的一份嫁妆吧。睁开眼睛后，我头脑并没有完全清醒，似乎做了一场很长的梦。在梦中，由于时空的紊乱，我看到了柳如烟所有的记忆，尽管有些混乱破碎，但几乎每一片都在用力写着爱。从一开始热烈赤诚的爱，到后面小心隐忍的爱，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他
他一直从始至终的爱着我，甚至到了最后，愿意为了让我自由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就在这时，母亲惊喜的喊声响起：“阿宇，你终于醒了！”她握着我的手喜极而泣：“你昏迷了快1年，真的快吓死妈妈了。”看着她熟悉的面容，我这才想起来了，我是单亲家庭，妈妈独自抚养我长大，家里虽然贫困，但也很幸福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系统突然出现，说她已经绑定在我身上了，必须要完成任务，不然就会死。于是我穿梭在了各个世界，开始变成了攻略者，身如浮萍。直到此刻，终于重新落下。我看着眼前的母亲，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。我紧紧抱着她，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重逢。或许这就是柳如烟所谓的睁开眼就有惊喜吧。我的身体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，很快就出院了。此刻正值秋季，飒飒凉风中，一片片紫藤花随风而动，落在地面，煞是好看。我好奇地问母亲：“妈，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紫藤花的？”母亲思索了片刻，好像也就是上周的事吧。这条街有个有钱的女住户搬来了，就在这儿移植了很多紫藤花。她感叹道：“有钱真好啊，听说还是因为丈夫喜欢才这么做的，多浪漫啊！”我难得笑着打趣道：“妈，您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相信这些呢？”重新回来，母亲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少女心，一切都没变，真是太好了。她敲了敲我的头，撇着嘴道：“别贫了，医生说你要多呼吸点新鲜空气，那你就先在这里逛会儿，妈先回去做饭了。”我乖乖地点了点头。然而在她的背影消失的那一刻，我嘴角的笑容逐渐淡去。自从回来，我满脑子都是柳如烟的身影，她最后那张鲜血淋漓的笑脸，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。我轻轻踏着落花，走在这条街上，这些紫藤花轻盈淡然，一看就是被精心培育的，能看出来那个女户主一定很爱她的丈夫。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，有一个少女也是像这样承诺过会在我家种满紫藤花，只是她没能活到那个时候。我鼻尖发酸，泪水不自觉地模糊了视线。明明我只是个普通攻略者，柳如烟却愿意为我放弃生命，为什么会因为爱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一切？就在这时，一只雪白的手突然轻轻帮我擦去了眼泪。为什么要哭？紫藤花不好看吗？这声音里带着一丝轻笑，娇俏而熟悉。我的心跳声陡然放大，不可置信地回头望去紫藤花下，柳如烟笑容明媚，眼底满是缱绻的爱意和温柔。好久不见，哥哥。那天的紫藤花热烈而茂盛，似乎在展示着它的花语，为爱而生。